一户农家半夜忽然起火，夫妻俩双双遇难身亡。姐姐为了救弟弟，半边脸被烧伤了，留下了永久疤痕。弟弟最为幸运，由于他睡觉的房间火势比较小，姐姐又营救得当，所以弟弟是毫发无伤。埋葬了双亲之后，15岁的姐姐于师娘便辍学了，她一个人挑起了家庭重担，决定照顾好弟弟，一定要把弟弟养大成人。于师娘在种地之余还要打零工，也经常捡破烂。虽然很辛苦，但好在弟弟非常聪明，学习成绩始终拔尖儿。时光如流水，恰似白驹过隙，转眼之间，弟弟于心堂从初中、高中到大学，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，在一家500强企业工作，待遇十分的优厚。姐姐于师娘呢，由于多年的劳累，吃不好喝不好，休息不好，35岁的年纪看上去像53一样，同时脸上还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，所以一直连个对象都没有。可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如今弟弟已经工作了，完全自立，于师娘也打算找个对象，结婚嫁人。别说时间不长，还真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小伙子，是外省人，和于师娘聊得非常投缘，很快买了车票来见于师娘。这位小伙子王浩仁一点也不嫌弃于师娘脸上的疤痕，以及比他大7岁的年龄。见面之后就留了下来，住在于师娘的家里。弟弟于心堂听说之后，他可急了，匆匆忙忙赶回老家，要求姐姐让出祖宅。姐，这是咱爹娘盖的房子，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理应由我来继承。你自己住嘛，我不说什么，可如果你要是想结婚的话，那就是婆家的人了，应该搬到婆家去住。小弟，姐姐我这不是还没有结婚呢吗？再说了，你现在是大博士，工作又体面，也不可能回老家来住啊。就算我住在这里，也不算过分吧？还能替你看着房子呢，也比空着强啊。弟弟于心堂摇了摇头，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如果是单身，咱们就还是一家人。但要是结了婚，就等于是2家人了，怎么可以还住在我家呢？这跟房子空不空着根本没有关系。听到这儿，姐姐于师娘的男朋友王浩仁忍不住了，他也想要说几句。于心堂一摆手，根本不给他插嘴的机会。这里是我的家，还轮不到你来讲话。要真是想娶我姐，你就大大方方的登记结婚，把她领到你家去过日子，不要赖在我家住着，否则的话，你还是趁早离开为对。姐姐于师娘这么一听，弟弟这不等于是要赶走王浩然吗？也就是说要拆散我好不容易遇到的姻缘。小弟，你说的有你的道理，我和浩然是要结婚的，可也不能像你说的一天就把事情全办了呀，总得准备准备，过一段时间吧。难道说浩然在家里住一阵子，你也不允许吗？于心堂摇着头冷笑，姐，住一阵子，这一阵子是多久啊？总得有个时间限制吧。我要是他，现在此刻立马就得离开，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来家里直接娶你，怎么可能厚着脸皮赖在别人家不走呢？王浩然闻听此言，也真有些坐不住了，他红着脸转身要走，只不过身子是转过去了，脚下并没有迈开脚步。他知道于师娘准有话说，果然于师娘十分生气。小弟，既然这样，现在天黑了，我们怎么也得收拾收拾，等到天一亮，我和浩然一起到他们家去。弟弟于心堂这才微微点头，不说话了。第二天一早，
于心堂还没睡醒呢，姐姐于师娘便急匆匆敲门：“小弟，小弟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王浩仁不见了，他自己走了，你得帮我把他找回来呀！”于心堂一下子就醒了，起身穿好衣服，把姐姐拉进屋内：“姐，你给他打电话呀，看他去哪里了。”“哎，打过了，手机一直关机，他一定是生了你的气，要跟我分手了。”弟弟于心堂依然冷静：“姐，你有他家的地址没有？”于师娘这才皱着眉头仔细想了想，他倒是说过2次，我也记不太准。那你就说一下，我来帮你找这个人。于是于心堂按照姐姐说的地址查找王浩仁家乡的电话号码，最后把电话打到了村支书的手机上。“喂，什么？你说有个叫什么名字的王浩仁？哼，你找错了，我们村根本就没有姓王的。”挂断电话，于心堂紧锁眉头，姐姐于师娘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小弟，这个人能上哪儿去呢？看着姐姐伤心着急的样子，弟弟于心堂鼻子也有些发酸。“姐，你不要再难过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怀疑这个王浩仁不那么简单，肯定有大问题，所以我才专门赶回家里来。昨天说的那些绝情的话，我都是故意的。现在看来是时候去报警了。”警方根据姐弟俩提供的情况以及外形的描述，很快锁定了一个在逃的杀人犯罪嫌疑人。经过地毯式搜索，严密布控，一举抓获了这个嫌疑犯。王浩仁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，之所以以谈恋爱为名住到了于师娘的家里，王浩仁完全是为了躲避警察追捕。他不叫王浩仁，真名叫做吴志飞。吴志飞被依法逮捕，接受审判去了。于师娘在后怕之余，心情十分的沮丧。弟弟为了给姐姐排解忧愁和苦闷，把于师娘接到了身边，联系大医院，经过几次植皮手术，帮于师娘恢复了容貌。后来于心堂又让姐姐接受了家政培训，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家政从业者，还谈了一个当保安的男朋友。这时候弟弟于心堂才开始准备也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生活伴侣。